大家好，很高兴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广论的时间。上一讲我们学完了善巧所缘，今天呢，我们应该往下学习尽惑所缘。请大家翻开广论352页第7行，请大家看原文。又尽惑者，谓为压伏烦恼种子及永断种。出所缘者，谓观欲地乃至无所有处，下地粗相，上地净相。第二所缘为四谛中无常等16行相。又以此等作奢摩他所缘之时，谓于所现诸净行相，随心决定任持其心，不多观察。那么尽惑所缘是什么呢？是指仅仅压伏烦恼种子以及彻底断除烦恼种子，分为呢这两种。那么第一种呢，就是仅仅压伏烦恼种子的所缘是什么呀？是从欲界地乃至无所有处天之间，下地的粗劣相与上地的寂静相。例如呢，比如说观察欲界地就是粗劣的，具有种种过患。那么与此相反呢，初禅天是寂静，具有着种种的功德。透过这样的观察呢，能对欲界离欲，压伏欲界的粗分烦恼，然后如此呢，依次第修持，甚至观察无所有处天是粗劣的，具有种种的过患。与此相比呢，有顶天是寂静，具有种种的功德。然后透过这样的观察呢，能对无所有处天呢离欲，压伏无所有处天的粗分烦恼。这是第一种仅仅压伏烦恼种子的所缘。第二种呢，也就是彻底断除烦恼种子的所缘，是呢四谛的无常等16行相。缘这四谛无常16行相能彻底的断除烦恼的种子。无常等16行相是四谛的差别法。那16行相是哪16个？大家知道吗？16行相：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是苦谛的行相。因极生缘是极谛的形象。灭尽妙离是灭谛的形象。道如行出是道谛的形象。总共呢四谛16形象，有16个形象。那么以苦为例的话，因为是暂时的出生，所以是什么呀？对了，是无常。因为为业惑所自在，所以是苦的，具有苦性。因为没有另外一个能自主的我，所以是空。因为自主的我的体性不成立，所以无我。这就是苦谛的4个形象的内涵。那如果以业惑为例的话，因为是痛苦的因，所以是因。因为会再的出生痛苦，所以是集呀。集呢有出生一切的意思。因为出生猛烈的痛苦，所以是生。烦恼因为是痛苦的具有缘，所以是缘。这就是极谛的4个形象的内涵。那么比如以彻底断除烦恼的灭谛为例，以灭谛为例，不要走神啊，认真听。因为断除痛苦的离系果，所以是灭。再说一遍，因为是断除痛苦的离系果，所以是灭。因为是断除烦恼的离系果，所以是净，是寂静。因为是利乐解脱的果位，所以是妙，是殊妙的，是不再退转的解脱的果位。这就是呢灭谛的4个形象。比如以现证无我的智慧为例，因为是能去向解脱的道，所以是道。因为作为烦恼的正对之品，所以呢是如。
如呢，就是如理合理的意思。因为是现证心的究竟本质的智慧，所以是什么呀？是行。然后因为是令苦未来，永不再出生的这个对治品，所以是出，是能出离的这个出。这呢就是道地的4个形象。然后这里边呢只是简单的学习了无常等16形象的一个内涵。以后我们要如果想深入的学、广泛的学的话呢，可以学五大论，然后再详细的学习。那么以粗净的形象或者无常等16形象作为生摩他的所缘的时候，现起这些对境的形象，从任何一个内心定解的角度而支持内心，不做观察，这就是净惑所缘。那我们接着再往下看，修次中篇说3种所缘，为12分教一切，皆是随顺去向，临入真如，总摄一切安住其心，或缘总摄诸法蕴等，或于见闻诸佛圣相安住其心。修辞中篇中提到了3种所缘，哪3种所缘呢？第一个是一切12分教都随顺去向，临入于真如。说总摄这一切呢，而使内心安住在这上面。然后第二个呢是缘着能统摄诸法的蕴等。第三个就是内心安住于所见所闻的佛陀的身相。那随顺去向临入怎么理解呢？这个依次就是指去向进入已入，这个临入呢藏文就是已经进入的意思。那么为什么12分教都是随顺去向临入真如呢？开示无常苦等等，是最终引导众生进入真如的方便，所以呢是去向真如。开示粗分的无我是进入真如，开示细分的无我是已入真如，这是一种解释方式。那么另外还有一种解释方式说，随顺去向临入三者可以理解为加行、正行、结行三者，或者呢以下中上3品的形象去入那个内涵。那么接着呢我们再往下看，其余蕴等住心之法，有找到行吧？其余蕴等住心之法，为先了这一切有为五蕴所摄之理，次于五蕴见摄有为，即缘五蕴任持其心。譬如别别检则而串习之，能生妙观察慧。如是涉略而修，亦引生胜三摩地，摄心所缘而不流散，此即对法论之教授。如是呢，应了知界处，摄一切法之理，见摄于彼，任持其心。说安住蕴等的方法，是指了这一切有为法含摄在五蕴当中的方式，也就是呢，先知道凡是有为法，一定是五蕴其中的一蕴。大家对此有疑问吗？为什么我这样说呢？那么先五蕴是什么呀？色受想行识五蕴，对吧？有为法与无常法是同义的，一切有为法可以设为3种：色法、心识、心不相行法。那么所有的色法呢，是色蕴吗？都是色蕴。换句话说呢，色蕴含摄了所有的色法，是这样吧？所有的心识都含摄在受想行识4蕴当中。那么心不相应行法呢，含摄在哪儿？心不相应行法也含摄在行蕴当中。所以由于五蕴能含摄所有的色法、心识、心不相应行法，所以五蕴能含摄一切有为法，是这样吧？那么先了解五蕴含摄一切有为法的道理之后，缘者有为法已经
渐次含摄于五蕴当中，从广大的分类，然后渐渐统摄，最后呢统摄到五蕴当中，沿着这些而直持内心。如同串习别拣择就能生起分别观察的智慧，同样的，然后如果串习略摄也能升起，不流散到其他境界，然后内心收摄于所缘的这个三摩地。这是哪的口诀教授啊？这是对法论的口诀教授。对法论。那么同样的呢，我们也要了知戒与处含摄一切法的道理，也就是呢，一切法可以统摄在12处与18界当中的道理，统摄其中，并且直持内心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下周见。